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未婚妻在朋友圈发实况，忘记关声音。我年薪100万，他只是我养的一条狗。我苦笑着扔了手里的粉钻戒指，给父亲发了条消息：爸，我答应联姻，公司开除江新月吧。然后打了一通电话给婚庆公司：你好，10天后的婚礼，新娘名字需要改一下。对，换人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具体细节我们见面再议。我挂断电话后，江新月正好从浴室出来，她的头发半干，裹着浴袍，浑身水汽。平时她洗澡只需要半个小时，今天却足足用了1个小时。他瞥了眼桌上忘关的笔记本，快步合上它，皱眉问我：你刚才在给谁打电话？我如实告诉他，是婚庆公司的人。江新月松了口气，觉得我肯定没看到他的聊天记录，不然以我的性格肯定会大闹一番，逼他开除季博宇。就像以前那样，季博宇是江新月1年前新招进公司的助理，刚毕业的青春男大，他幽默活泼又可爱，江新月很喜欢他，加班和出差都带着他。我吃醋，经常因为这个跟江新月吵架，他不得已才会答应跟我结婚，婚礼还有10天呢。你不用那么细致，江新月淡淡道，丝毫看不出喜悦。他大概以为我是在打电话叮嘱婚庆公司细节吧，毕竟在一起5年，每个节日和纪念日，我都事无巨细亲自筹划，只为讨他欢心。确实不用，毕竟要结婚的对象是个比我还细致的人。想到这，我勾起一丝苦笑。江新月不耐烦地撩了撩头发，我头发还湿着呢。以前他每次洗完澡，我总会耐心帮他吹干头发，可现在我不想了，抱歉，我还有事要忙，你自己吹吧。江新月一愣，嗓音变得尖锐：你一个家庭主妇，有什么事好忙？你最主要的任务是照顾好我，这是你自己说过的话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我的心底泛起细细密密的疼痛。5年前我是说过会好好照顾他，可现在我不想了，我不想照顾你了，江新月。说完，我拿起外套，头也不回出了门。回到家，我对着爸妈忏悔跪倒：爸妈，我错了，我答应家族联姻，婚期不变，新娘换人。爸妈相视诧异，连忙问我怎么回事。为了和江新月在一起，我跟他们决裂，搬出家5年。几个月前，他们得知我要跟江新月结婚时，终于坐不住了。他们找到我，说帮我找到合适的联姻对象，对方是沈氏集团的千金，也是我儿时的玩伴，怎么看都比江新月强。我拒绝了他们，说我的真爱是江新月。结果江新月狠狠打了我的脸，也伤透了我的心。儿子，你真的答应联姻，不先见见人家吗？我妈扶起我，心疼不已。不用，我相信你们的选择，至少我不会因为爱再次被伤得遍体鳞伤。深夜，江新月的电话打了过来：萧逸，刚才头发没及时吹干，我感冒了，你买药回家给我好不好？电话那头，他声音软糯，分明是在给我台阶下。每次吵架，只要他软语示弱，我总会心软，可这次我不会了。你不是有助理吗？让他给你送药就行，我有事要忙，先挂了。江新月的嗓音突然拔高，尖利吼道：你犯什么病？好端端的提别人做什么？你是我老公，肯定得由你来照顾我啊。我默然，在一起5年，江新月总是这样对我颐指气使，他践踏我的真心，不断给别人机会，可惜我太傻，
被爱情蒙蔽了双眼，坚信他只是脾气差了点，但一直是爱我的。直到我亲眼看见他拿我跟纪伯宇做比较，说我沉闷，他新鲜，我才明白他只爱他自己。我说过了，有事要忙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我挂断了电话，爸妈松了口气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回家收拾东西，打开房门，看到江新月躺在沙发上，委屈看着我。你终于肯回来了。他脸色苍白，紧捂着胃，幽怨开口。我叹了口气，看来他昨天气得不轻。他有胃病，每次情绪波动大就会胃疼。虽说决心离开了，可看到他这副样子，我还是有些不忍。翻出药箱，找到感冒药后，我重新接了杯水端到他面前。药箱里有药，你都不知道，自己翻一下。他接过药，还没说话，一道男声传来：新月姐，白粥要不要放糖？纪伯宇系着围裙从厨房走出来，看到我的瞬间，他愣了愣，笑道：萧毅哥，你来啦！俨然一副男主人见到客人的样子。下一秒，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说错话，马上找补：你回来了，萧毅哥。新月姐一直发烧胃疼，她说你没空，只能打电话叫我来送药了。我这才发现茶几上有一个纸药袋，不禁笑了笑，看来自己又白担心了。江新月仰头将药吞下，猛喝了几口我倒的水。老公，还是你的药有用，你别生气了。我昨晚一直等不到你，今早实在难受，就叫助理来了。他将头靠在我肩膀，虚弱道：看见你的瞬间，我感觉好了很多。博宇，你先回去上班吧。他抬手吩咐纪博宇离开。等他走后，江新月拉着我的手认真道：老公，昨天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那样说你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他很少叫我老公，这也是他第一次当着纪博宇的面选择我。原来他明明懂怎么做能给我安全感，可他从来都不愿意。现在太晚了，我轻轻挣开他的手，起身道：你先好好休息，别想太多。进厨房后，我看着水池里的2双碗筷，心沉入谷底。纪博宇昨晚就来了，江新月再一次欺骗了我。拿出手机，我看到了纪博宇昨晚发的朋友圈，依旧仅我一人可见。老板真辛苦，婚前加班又生病，我给他带了药和宵夜。配图是他靠着江新月熟睡的脸比耶。既然他这么想上位，那就让给他好了。我去了婚庆公司商量换新娘的细节，婚礼所有流程都是我跟进。江新月压根没有露过面，所以很容易就定了。回到家后，看着客厅的婚纱照，我觉得有些刺眼，将它撤了下来，连同我们这些年一起的合照全部装箱准备丢掉。相册里掉出一张粉色卡纸，上面写着：江新月永远喜欢萧毅。那是5年前他向我表白时写的。回想5年来的点点滴滴，我才发现江新月喜欢的其实不是我，他只喜欢自己喜欢的一切。他的爱没有尊重可言，我的衣服、护肤品都必须买他喜欢的牌子，租的房也得按照他的品味布置。就连我们的婚房，虽说是我盯着人在装修，但设计稿和家具都是江新月定下的。其实我并不喜欢法式轻奢风，但因为江新月喜欢，所以我强迫自己喜欢。5年里，我一次次为爱妥协，变得不像自己，换来的却是厌弃。我将卡纸揉成一团，丢进垃圾箱。你在做什么？身后响起江新月的声音。我抬头看表，才发现已经晚上7点，正是江新月下班的时间。今天他没有加班，也没有应酬，而是早早回家了。我有些意外，轻轻合上箱子，
整理一下垃圾。他环视一周，似乎发现客厅少了些什么。我们的婚纱照呢？拿给婚庆公司的人去做立板参考了。我头也不抬，随口说道：“哦。”江新月没再多问，举起手里的盒子对我道：“先别忙了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汤包，来吃点。”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是虾肉汤包。见我不动筷子，江新月蹙眉问我：“怎么了？”我对虾过敏，他是知道的，可他忘记了。江新月的表情一怔，闪过一丝愧疚：“抱歉，我不小心忘了。那我去重新给你买吧。”他拎着盒子再次出门，我拿出手机，毫不意外地看到了季博宇的朋友圈。哦耶，老板带给我的加班爱心晚餐，我最爱吃的虾黄汤包。原来如此，只是季博宇爱吃，他顺手也给我带了一份而已。江新月再次回家已经是1个小时后，这次他买了我最爱吃的蟹黄包。见我还在忙活，他放下餐盒柔声道：“你不用急着收拾，我们结婚后一起搬进新家，到时我陪你整理。”我想提前丢掉一些没用的东西，我随口应付：“你不是老说想去冰岛看极光吗？这次蜜月旅行，我请了1个月的假，陪你去。”江新月见我兴致缺缺，主动开口。如果是以前，我听到他这样说，一定兴奋地抱着他转圈。可现在，我明白不会一起去了。见我盯着桌上撕掉的日历出神，江新月终于皱眉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买的倒计时日历？上面标着鲜红的5，昨天买的。5天后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记录一下。”我语气平淡，江新月却眼睛一亮：“对哦，5天后是我们结婚的日子，你真是细心。”他抱着我的脸亲了一口，手机却响了，只看了一眼，他便变了脸色：“老公，公司有些事要我处理，我得回去加班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起身将箱子往外搬：“垃圾我来丢吧，你不用下去了，外面凉。”江新月殷切地接过，出了门。其实他只要打开看一眼，就知道我要丢掉的垃圾就是婚纱照和我们的情侣相册，还有他亲手写的表白卡纸。如果他看到，一定会察觉到我想离开的事实。如果他察觉到了，一定会回来拼命挽留我。可惜他终究没有发现。深夜，我刷到了季博宇的朋友圈：加班突然拉肚子，还好有老板照顾我，幸福。画面里，江新月挽着袖子的胳膊正端着要喝水，看来是虾黄汤包惹的祸。幸好我没吃，我去见了以前的朋友，和他们痛快喝了一场。以前江新月不许我喝酒，也不喜欢我有自己的社交。现在我终于自由了。我宿醉睡醒，已经是第2天下午。江新月进门后惯性开口：“昨天加班太晚，就在公司睡了。”他疲惫地脱掉外套，嗅了嗅，皱起了眉：“哪来的酒味？昨天和朋友喝多了，开窗通风就好。”他不悦蹙眉，看了看我的脸色，终究没有开口。是啊，他可以整夜照顾助理，对我撒谎，有什么资格管我？瞥眼看到桌上鲜红的倒计时40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还有2天是你的生日，有想要的礼物吗？被他提醒，我才想起来，我马上生日了。不用了，我也不想过生日。我用他曾经说过的话，淡淡回应他。那天他生日，我做好满桌饭菜等他，却被他斥责。我的工作很忙，也不想过生日，你不用等我。后来，我在季博宇的朋友圈发现，江新月对着蛋糕闭眼许愿。原来，他不是不想过生日，只是不想跟我过。那天我们吵了一架，我嘶吼问他许愿的时候想的是谁，他说我心眼小，
生日是同事们硬要给他过，没办法推辞而已。似乎也想到这事，江心月眼里闪过一丝愧疚。那不行，这是你结婚前的最后一个生日，我得好好陪你过一次才行。他搂着我的肩膀，轻轻在我脸颊亲了一口。咦，我去年送你的手表怎么不见你戴了？那只表在他昨天出门那一刻就被我扔进了垃圾桶，收起来了。我淡淡道。江心月哦了一声，没再多问。他熬夜通宵照顾季伯宇，又上了一天的班，很累，洗了个澡就早早进房睡了。0点钟声敲响的那一刻，我将日历撕掉一页，还有3天，我就要彻底离开江心月了。我打电话给婚庆公司，让他们照地址去见新娘，给她量尺寸，选婚纱。爸妈也打来电话劝我提前跟人家见一面，又不是没见过，结婚时候见也一样的。见谁啊？江心月听到了我的话，我爸妈说结婚前想看看儿媳妇，我推掉了。我淡淡回应。江心月有些不高兴，说起来5年了，我还从没见过二老呢，你干嘛替我推辞？他们想见的儿媳妇可不是你。我张了张嘴，终究懒得说出口。江心月打开衣柜，惊讶道：“怎么你的衣服都不见了？”我收起来了，到时候方便直接搬去新房。我淡淡回应。江心月拿出外套后，转身抱了抱我：“明天我请假了，陪你在家过生日吧。”这是他为数不多的主动示好。也好。5年前，我们是在我生日那天在一起的，就在这天结束吧。我生日当天，倒计时1，江心月陪我买完菜，就被一通电话叫走了。想也知道，能在这种时候叫走他的，只有季伯宇一个人。我没有拆穿他，而是独自回家开始做菜。他说2小时内一定赶回来，可直到我做好一桌菜，吃完自己的那份，他依旧没有回来。我擦擦嘴，起身拨通了爸妈的电话。走吧，我陪你们去看结婚场地。到了预定结婚的酒店时，我意外看到了江心月，他身后跟着一身西装打扮的季伯宇，两人有说有笑，像极了情侣。别误会，老公，我是来帮伯宇解围的。和他相亲的女生缠着他不肯放手，所以我假装他姐姐去赶一下人。我点点头，遇到纠缠和骚扰确实挺麻烦的。你是他的领导，应该保护属下。见我没有闹，也没有误会，江心月松了口气。那我先陪他上去了，一会我们在楼下见。季伯宇扯出一个笑，对我说了句谢谢，然后率先进了电梯。他打的领带正是我喜欢的牌子，也是江心月今天早上装进包里的那条。那原本应该是我的生日礼物。江心月欲言又止，还是抬脚跟进了电梯。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刻，我仿佛从季伯宇身上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。当初的江心月对我也这样上心，但凡有人敢打我的主意，他一定紧张的不得了。我陪爸妈逛完场地，送走他们后，仍旧没等到江心月下来。想到他刚才说的一会见，我还是发了条短信问他结束了吗？什么时候回去？他很快回了我一条语音，点开后是季伯宇的声音：萧毅哥，你先回去吧。心月姐跟那女人起了点冲突，被泼脏了衣裙，正在洗澡呢。我叫她一会回你电话。听着那头的水声，我果断打车回了家。萧毅哥，你别生气，今天都是我惹的祸。没想到那女人不相信我和心月姐是姐弟，还对她动手。季伯宇的声音掩盖不住得意。我没有理会他。许久，江心月打来电话斥责我：我不是已经给你解释过了，你怎么还揪着不放？
博宇一个人来这座城市打拼不容易，我是他领导，帮他怎么了？听筒里传来季博宇委屈的啜泣声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不屑再与他挑拨离间的把戏纠缠。我理解，所以我没有等你已经回去了，你忙吧。江新月没说完的质问就这样被我尽数堵了回去。我挂断电话，车子也正好回到了小区。搬走我全部的东西后，我瞥了眼餐桌上剩下半份的冷菜，将倒计时日历上的一撕掉，留下醒目的0。老公，我买了蛋糕回来，陪你一起吹蜡烛。江新月打开门进来，却发现屋内一片漆黑。打开灯，餐桌上残留着一桌剩了半份的菜，以及旁边醒目的倒计时0。那一刻，江新月心里发慌，她扔下蛋糕，冲进每个房间找我，才发现我的人，连同所有东西都不见了。江新月开始疯狂给我打电话、发短信：“老公，你去哪了？别闹了好不好？我买了你最爱吃的芒果蛋糕，快回来吧！说好的一起过生日，你怎么不等我？”我没有回应，他还是忘记了。我对芒果过敏，爱吃芒果的人也不是我，是季博宇。回到家后，爸妈早已吩咐吴嫂做好晚餐等我，沈叔叔一家也来了。萧毅哥哥，好久不见。沈志渊穿着一袭烟粉色套装，明媚又俏皮，冲我打招呼。我微笑着点点头，有些感慨，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今天却是相隔10年的见面。他看起来似乎与17岁也没什么不同。众人落座后，齐齐举杯祝我生日快乐，也预祝我和沈之渊新婚快乐。我仰头喝尽杯中酒，起身冲他们鞠了一躬。沈叔叔、王阿姨，感谢你们的厚爱，之渊也感谢你最近辛苦筹备婚礼的付出。沈之渊甜甜一笑，摇头道：“不辛苦。萧毅哥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这段时间虽然我没有跟他见面，但爸妈每天都在跟我说沈之渊为了婚礼忙碌。我曾打过电话给他，问他是否真的想好了。沈之渊笑着说，他愿意嫁给我，而且很开心。那一瞬间我有些愧疚，索性将与江新月这5年全部说与他听。我这样付出，爱过另一个人，本就没有资格再得到爱。如果沈之渊不愿意，婚礼可以取消。我当初答应爸妈，也是因为一时伤心愤怒，甚至夹杂着一些报复的爽感。因为我想看江新月被甩之后失落疯狂的样子，我想看他哭着求我回头。到那时，我会亲口问他：“你后悔自己当初说过的话吗？”可我明白，这些不是我利用和伤害沈之渊的理由。听我说完这些后，沈之渊没有丝毫意外，而是安慰起了我。他说自己其实知道一些我的情况，也告诉我永远不要因为全心全意爱过一个人而自卑，因为如果没有得到善待，不是因为你不好，只是因为那个人不配。这是老天在帮你，希望你离开那个人，找到更好的。我有些意外，也很感动。最后他说：“萧毅哥哥，我愿意嫁给你，只有我才是配得上你的人，我会证明的。”想到这，我知道自己不能再辜负他了。我准备好了，不能因为被伤害便不再相信爱。沈之渊一家回去后，我点开手机，又多了几十条短信，都是江新月发来的。萧毅，我以为你搬去新房了，可你不在，这是不是你的玩笑？明天婚礼会突然出现，你答应过我这一辈子只爱我一个，要反悔吗？他终于意识到，一旦我离开，他很难再找到我，因为这5年来，他总是拒绝见我的朋友，也很少带我见他的朋友，大概是觉得我拿不出手吧。当初的我，除了新鲜，
对他好，确实也没有其他优点。我和江新月是5年前在我爸的公司认识的，彼时的我刚大学毕业，隐瞒身份被安排进基层实习。江新月是我的组长，他勤恳认真，性格坚韧，与明艳的外表一致，一丝不苟。我跟进的项目出了问题被截胡，上面要找人顶罪，选中了我这个最新来的软柿子，没有背景，不懂人情世故，是最佳的背黑锅对象。可没想到江新月站了出来，他极力维护我，甚至闹到了董事长面前。我爸对他的勇气很赞赏，答应会彻查。那天晚上，我问江新月为什么帮我，他笑着说，觉得我有些憨，老好人，见不得我被欺负。我很感动，却想起了我爸说的话，江新月被几个高层批判，认为他的情商有待提高，处事方式不够圆滑，不适合待在公司，所以即使揪出幕后黑手，还是要开除他。我极力求我爸保下他，代价是听他的话，出国去找沈之渊，出卖公司的真凶水落石出。正是想推我顶罪的部门经理，我还是被公司开除了。但江新月因建言有功，被提拔为新的部门经理，这对他来说是天大的进步。江新月很开心，只请了我一人吃饭。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，我问他为什么要帮我说话，他笑着喝光杯里的酒，道：因为我喜欢你。嘈杂的音乐瞬间静止，我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的厉害。萧逸，你愿意做我的男朋友吗？不等我回答，江新月借着酒劲吻上了我。带着酒气的吻并没有让我反感，反而让我彻底沦陷。我食言了，反抗了我爸，跟他决裂。从那天起，我被行业内所有公司拒不录用，是我爸的手笔。他要逼我认错出国，江新月并不知道隐情，反而劝我说他来挣钱就好，让我安心待在他身边照顾他。我便开始了甜蜜的同居生活，开始很甜。自从季伯宇出现，新人胜旧人，我们开始频繁吵架，直到江新月累了，妥协，是不是只要我跟你结婚，你就相信我？就这样，我们定了结婚的日子。可我终于明白，他跟我结婚不是因为爱我。深夜无眠，我再一次看到了季伯宇发的朋友圈，今天充当假新郎，陪老板试礼服了。哇咔咔！照片里一袭婚纱的江新月被白色西装的季伯宇挽着，宛如一对璧人。我突然想，要不就帮帮他吧。拿出电话，我打给了婚庆公司。第2天的接亲很顺利，沈家没有为难我，所有环节都偏着我这边，流程很快结束。到酒店后，我和新娘站在台上时，宴会厅的大门被推开，同样穿着洁白婚纱的江新月出现在我眼前。她看清台上的我和另一个新娘时，满脸不可置信，将手上的捧花差点捏碎。萧逸，今天不是你和我结婚的日子吗？我等了你一上午，他们说你在这，我就来了。他是谁？江新月的声音颤抖，夹杂着愤怒。众人哗然，窃窃私语。两边父母我都提前打过招呼了，他们稳坐如常。我拿过话筒，对着台下的江新月问：柳小姐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你的新郎应该是他。我指着他身后依旧一袭白色西装的季伯宇道。两人迅速白了脸，在我的眼神受一下，司仪吩咐音乐响起，大荧幕上出现了江新月和季伯宇的点点滴滴，全部是我昨晚从季伯宇的朋友圈保存下来的。这1年来，江新月无数次抛下我去找他，照顾他，都被他发了仅我一人可见的朋友圈，看似是炫耀，其实很愚蠢。就像现在，
他压根不会想到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揭露他丑恶的小三行为。众人越看越心惊，场面开始纷乱嘈杂。怪不得人家新郎要娶别人，江心月这是劈腿了哇？也不好说，单看这些没法定论，也可能是被这个男小三忽悠了。对，8成是。江心月平时作风挺正派的，而且你看他表情，好像压根没做过什么亏心事。画面播放过程中，江心月的脸越来越白，直到他看到10天前自己送虾黄包给季伯宇，还有照顾他生病，以及昨天他陪自己试礼服的照片时，他终于忍不住转身红着眼质问季伯宇：“你发这些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我一直看不到？”季伯宇一副无辜的表情，咬唇摇头：“心月姐，我只是自己想记录，不知道为什么萧逸哥哥竟然能看见。虽然是借口，却蠢地告诉所有人，他就是仅我一人可见。我真的不知道，你要相信我啊！”看着他哀嚎撇清的样子，我笑了。江心月，10天前我给过你最后的机会，可你还是骗了我。屏幕切换到了季伯宇10天前的朋友圈，正是他深夜发的照顾江心月吃药的朋友圈。那天江心月骗我说他撑到早上才叫季伯宇来的，可两人明明共处一室一整夜，甚至季伯宇躺在他旁边拍下了自己和他的睡颜，所有人都炸了锅。好家伙，结婚前和这小白脸睡觉，好恶心！我支持萧逸，必须当众把这些公布出来，敢发朋友圈就要做好被人看见的准备。江心月抬手狠狠扇了季伯宇一巴掌，他嫩白的脸迅速浮上红印，捂着脸渲然欲泣。我一直不知道，你竟然背着我这样挑拨离间。萧逸，你相信我，我跟他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，我爱的人是你啊！江心月褪去了所有的高傲和尊严，焦急对我解释，我不过是把他当下属和弟弟看，可怜他一个人来这个城市打拼不容易，所以才格外照顾一些的。我对他从来没有任何过分的想法，如果有，我为什么要同意跟你结婚呢？他的表情很诚恳，不少人信了，毕竟这些都是男小三心机深重犯下的错，与江心月关系不大，是吗？江心月，你自己亲口说过的话也会忘记吗？我抬手，屏幕出现了她和闺蜜聊天的界面，是她的闺蜜传给我的。5年恋爱终于要修成正果了，很幸福吧？江心月，还好，有些缺乏激情，可能因为萧逸不年轻了吧？别逗了，他从22岁陪你到27，你现在嫌弃他年纪大？心月，你该不会真对那个小助理动心了吧？江心月，沉闷和新鲜，你会选哪一个？婚姻是爱和责任，所有新鲜都会褪去的，你别冲动伤害萧逸。江心月，放心吧，只要他不再因为季伯宇跟我吵架，我会对他好的。江心月和闺蜜当初的聊天记录展现在所有人眼前，她的闺蜜看向她，摇头叹了口气。虽然是多年好友，但她没有苟同江心月的做法，说出的话合情合理，所有人都夸赞她，开始声讨江心月。江心月脸色由白变灰，身体开始摇晃，身后的季伯宇上前扶住了她。心月姐，萧逸哥根本就不爱你，他没有为你考虑才这样做，他就是想让你身败名裂啊！江心月稳住心神，觉得他说的对，他恢复了往日的骄傲和自豪。萧逸，我又没有做实质性对不起你的事，口嗨而已。我这么成功，年纪轻轻，年薪几百万，养了你5年，你捕风捉影，跟我吃醋闹腾，
就不许我有一丝厌烦吗？我的工作很累，我不喜欢吵架，所以我才会那样说，纯粹散发怨气而已。他的解释很中肯，不少人又开始共情。是啊，他每天忙工作挣钱，身后却有一个天天吃醋吵架的伴侣，这谁也顶不住啊！人不能既要又要，享受福利的同时，也要做到体谅和贤惠才行。众人力挺声中，江心月扬起了深情的笑。萧逸，我愿意跟你结婚，就是不想让你再猜忌难过，别闹了好不好？这5年都是我养你，离开我，你还怎么活下去啊？他越说越自信，甚至感动了自己。我原谅你这些行为，只要你认个错，继续跟我结婚，所有的事我都不计较，因为我爱你。如果你不放心，我可以马上开除季伯宇。季伯宇像是听到什么难以置信的话。心月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江心月不顾他的哭泣，将他甩在地上，转身问我：萧逸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不闹了，让演员下去吧，我们继续结婚。在一旁看热闹的沈之渊终于不乐意了。谁是演员？我是他青梅竹马的老婆，官方认证的。说着，他从旁边拿过红色的小本本，晃了晃，正是我昨天一大早跟他去领的结婚证。还得感谢江心月，他只是想用结婚稳住我，并没有急着领证，所以方便了我和沈之渊。有人认出了台下的沈董事长，高喊着：我去，新娘姓沈，他不是沈氏集团的亲戚吧？眼见我来真的。江心月彻底暴怒：萧逸，你跟了我5年，吃我的住我的，现在傍上富婆就翻脸不认人。台下他的亲友开始鄙夷看着我，有人出言替他说话，怪不得急着撇清，原来是有更有钱的去处了。哎，就是养了5年的狗也不会嫌贫爱富啊！我笑了，我爸坐不住了，背着手起身冷然道：说谁嫌贫爱富呢？江心月眼睛一亮，小跑上前，弯腰鞠躬：董事长您来啦！我发请帖的时候是您秘书接的，还以为您不会来呢。我爸冷笑一声，慢悠悠开口：我儿子的婚礼，我自然要来。江心月大惊，所有人都抬头看我。对啊，董事长也姓萧。我去，江心月这是养了董事长的儿子5年啊！别瞎说，用的还不是董事长的钱吗？哪来的养？我爸没有否认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，而是对江心月道：本来5年前那些高层联名要开除你，说你情商不行，横冲直撞，是我儿子求我保住了你，还给你升职加薪，条件就是他去国外找之渊。可我没想到你能拿下他，他死活不肯去了，甚至为了你跟我们断绝关系。我们就这一个儿子，他妈心疼他，所以逼着我这些年给你一步步升职加薪，为的就是不要委屈了我儿子。可我们都没想到你会因为我的优待看不起他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爸冷哼一声，喊来秘书，吩咐撤掉江心月的总监职位，永不录用。江心月身子一晃，彻底倒在了地上，口中喃喃道：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他顿时泪如雨下。萧逸，原来你为了我付出这么多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所有的自我感觉良好全部消失不见。江心月哭着求我原谅，又开始说他还爱我。沈之渊牵起我的手，看着他冷冷道：我的男人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爱？他的手很暖，暖得我心头一颤。之渊，谢谢你。昨晚我想到这个报复计划时，找他商量，怕他不同意，毕竟这是他最重要的日子。为了江心月闹开，我怕他难过，他却答应了，还告诉我自己从小就喜欢我，也一直听爸妈说自己会嫁给我。
他恨自己为什么会选择去国外念书，如果当初留在我身边，江心月一定没有机会。他很心疼我这5年的遭遇，早就想替我出一口气了。我们是夫妻，不必言谢。况且辜负真心的人应该遭受报应。只要你开心，我们的婚礼就是圆满的。沈之渊笑得很甜，他拿过话筒，目光温柔对我道：新鲜感确实让人感动，但爱和真诚更胜一筹。台下江心月的脸色彻底灰败，我感觉到自己的心再次跳动起来，所有的回忆蜂拥而至。记忆中那个总跟在我身后的姑娘，甜甜的笑脸跟现在重叠。之渊，我会用尽一生对你好，这是我的承诺。漫天的玫瑰花瓣洒落，所有人开始欢呼。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许下一生的诺言。江心月被开除后，再也找不到同行业的工作，直接惨遭封杀。当初他因为自负，婚房选的是大别墅，用光了所有的积蓄，甚至为了装修贷了款。失去工作后，没几个月他就要还不上贷款了。季伯宇也被扫地出门，被唾骂小三、心机狗。他当初想的是挤掉我这个吃软饭的，自己上位，却没想到我的软饭是自家人给的，得罪我，饭都吃不起。他开始痛恨江心月，如果他没有得罪我，跟我结婚，自己还能跟着沾不少光。江心月更痛恨他，如果不是因为季伯宇插足捣乱，他怎么会跟我分手？俩人无处可去，只能窝在贷款买的别墅里面想办法。季伯宇假装鼓励，实则偷偷将江心月置办的高档家具和奢侈品首饰转移。等江心月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家里值钱的东西已经被拿得干干净净。他果断选择了报警。季伯宇被抓到的时候，已经把卖东西的钱全部赌光了。警察追查才发现，他本身在大学时候就是个爱赌的，因为赌博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换取筹码。毕业后他盯上了江心月，因为他正好在招聘男助理，条件自己很符合。凭借出色的外表和游刃有余的手段，季伯宇很快获得了他的青睐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任凭自己如何勾引，江心月就是不肯越雷池最后一步。结果竟然是为了可笑的爱。他开始存心让我难受，想让我主动退出，不过终究一场空，还因为盗窃财物罪被判了10年。江心月更惨一些，他的钱除了还贷，已经不够生活了，活得憋屈不说，走到哪都被人指指点点，认识他的亲朋好友也都远离了他，唯恐避之不及。终于江心月撑不住了，他想见我，却联系不到，去公司会被轰走，想发消息给我，却石沉大海。我早已注销了所有以前的账号和电话，就是不想再与他有任何联系。他终日买醉，在空荡荡的别墅里心痛不已，想到我们曾经一起憧憬新家，想到我对他许下的承诺，他放声大哭。终于他在沈之渊的社交平台窥探到了我的现状，有冰岛美丽的极光，有东非震撼人心的动物迁徙，还有希腊火山口边上豪华的酒店。我搂着沈之渊，笑得幸福又甜蜜。沈之渊配文：此生要和最爱的人看遍所有风景。这句话狠狠刺痛了江心月，他突然想到自己当初订了2张去冰岛的机票，打算婚后蜜月带我去的。他开始疯狂翻箱倒柜，却到处也找不到，强撑几个月的情绪终于彻底崩溃，找不回来了，都找不回来了。我和沈之渊在法国高级餐厅吃饭的时候，我妈打来了电话，她说江心月死了，在最难熬的冬天，
他割腕在自己空荡荡的别墅里，被人发现的时候，身下的血都冻成了冰渣。旁边有一张纸，上面写着对不起，萧逸。我内心毫无波动，像是给我妈说，又像是给自己。他那样的人，连死都要连累别人，不配道歉。沈之渊温暖的手握住了我，眼神温柔。窗外灯火通明，人们穿着圣诞节特有的红衣服。这边的冬天格外浪漫，属于我的美丽人生才刚开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